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赵大爷今年65岁了，上了年纪之后，睡眠质量就特别差，翻来覆去很难入睡，于是他干脆就不睡那么早了，每天看电视看得很晚，但有一天却很反常，吃过晚饭后早早就困了，当时他也没有多想就去睡觉了。结果第二天醒来，就发现舌头变生硬了，讲话也变得含糊了。去医院一检查，得了脑梗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脑中风。很多疾病都喜欢夜间发作，脑梗就是其中的一种。很多老人都是睡醒之后才发现嘴巴歪了，说话不流利了，一侧手脚没力了，最后到医院一查就是脑梗。为什么脑梗喜欢晚上睡觉的时候发作呢？其原因主要有2点。第一点，夜间的血压粘稠度增加。我们都知道，脑梗是由于脑动脉堵塞所引起的脑组织缺血坏死。年轻人的血管内壁一般都是很光滑的，所以一般不会形成血栓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就会逐渐的老化。再加上很多老年人都长期的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等的疾病，这更加重了血管的损害。所以很多的老年人都存在着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。动脉发生粥样硬化之后，血管内的内膜也会变得粗糙，血管中的血小板等的凝血因子都会聚集形成血栓，形成血管堵塞。由于晚上睡着之后，人体长时间的无法补充水分，而呼吸等生命活动又会带走大量的水分，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血液的粘稠度会往往比白天要高，特别是凌晨的时段。另外，由于很多人都担心夜间起床排尿，所以睡觉前都不敢饮水，这样就更加加剧了体内缺水的状况。血液粘稠度越高，血小板等的凝血因子的浓度就越高，这就更容易发生脑梗塞。第二点，夜间迷走神经活跃。人体到了晚上安静下来以后，迷走神经会占主导的地位，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心率会比白天慢，血压也会比白天低，导致夜间的血流比白天慢，血流越慢就容易形成血栓，这也是为什么晚上容易脑梗的原因。睡觉时如果出现这5种迹象，很可能就是脑梗来临前的征兆。睡觉流口水。很多人睡觉时都容易流口水，这跟一个人的睡姿有关，但如果你平时睡觉很少流口水，突然间就出现这种情况，这个时候就要引起警惕了。特别是长期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的中老年人。一侧手麻。很多人都有过睡觉手麻的经历，很多情况都是由于手臂长时间的被压迫所引起的。但中老年人睡觉手麻就要引起警惕，特别是手麻迟迟不能缓解，同时还伴有一侧肢体乏力等的情况。视物发黑。如果既没有蹲下起立，也没有被撞到脑袋，莫名其妙的突然出现两眼一黑，完全看不见东西，过了几秒钟后又恢复正常，这往往就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，就要警惕脑梗的可能。反常的困乏。当脑部的供血不足，大脑缺氧则会容易引起困乏。如果既没有劳累过度，也没有睡眠不足，莫名的出现困乏，这个时候也要引起警惕了。就像开头我们所提到的病例一样。头痛。脑动脉发生堵塞之前，有时候由于动脉会发生痉挛，病人会感觉到持续的头疼。如果莫名其妙的头疼，尤其又伴有以上这几种情况的时候，也要警惕脑梗的可能。如果您是中老年人，平时又喜欢抽烟，或者是长期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等的慢性病，睡觉时出现以上一种或者是多种反常迹象的时候，脑海中一定要想到脑梗的可能。脑梗的发生与日常的饮食息息相关，近年来脑梗患者逐年的增加。我们都知道，上到一定的年纪，在伴随着身高病症的产生，
尤其是高血压和高血脂，我们血液就会变得粘稠，所以过了50岁，脑梗也属于高发的疾病，我们应该重视预防。为此，医生建议做到以下8点，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，预防脑卒中。1. 补充叶酸。发表在《柳叶刀营养学》的综述指出，合理补充叶酸可以降低 HCY 水平，有效减少卒中的风险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补充叶酸呢？天然的叶酸广泛的存在于动植物的食品中，通过日常的饮食也可以补充叶酸，比如蔬菜里的南瓜、胡萝卜、西红柿、菠菜、莴苣、小白菜等，水果中的草莓、葡萄、橘子、苹果、山楂、杨梅等，动物食品猪肝、牛肉、羊肉、鸡肉、蛋类等，有豆类和坚果，黄豆、核桃、腰果、杏仁、松子等。谷物类有大麦、糙米、米糠、全麦面粉等。2. 辣椒。辣椒含有辣椒素，有助于刺激全身和器官的血液流动，还可以强化动脉和毛细血管内壁的功能。此外，辣椒还有助于减轻血管循环不良的状况，如头痛、脚部发凉和脚部刺痛感。3. 绿茶。绿茶富含多酚类抗氧化剂，有助于清除氧自由基，扩张动脉和改善血液循环。绿茶中还含有硒元素。临床的研究证实，硒元素能够有助于脂肪氧化，帮助消化，降脂减肥，提高血管韧性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，降低患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每天喝1到2杯的绿茶是有益的。4. 生姜。姜是一种常见的厨房配料，可以帮助改善血液循环。姜含有姜辣素和姜油酮等的化合物，对身体有温煦作用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经常食用生姜还可以防止体内血栓，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每天喝2次的姜茶。泡茶时，将1汤匙切成薄片的姜在2杯温水中煮10分钟，过滤后再加入蜂蜜并饮用。5. 大蒜。大蒜含有的大蒜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压，防止血小板聚集，从而可以有效地防止动脉斑块的聚集，并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。建议每天吃2到3个生蒜瓣。此外，在日常烹饪中加入大蒜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注意，大蒜捣碎后可以释放更多的大蒜素。6. 运动更健康。运动是促进血液循环的最佳方式，没有必要进行严格的重量训练。事实上，简单而温和的有氧运动就足以改善血液的流动。建议每次至少步行30分钟，每周至少5次，每周享受几次游泳、慢跑的活动，或者每天早上做15分钟简单的足部和手部的拉伸练习。7. 多喝水。最后还是多喝水。水是血液最好的稀释剂，有助于身体排出毒素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减轻动脉粥样硬化，也能够降低三高等的慢性病的风险。医生建议，除了患严重的心肾疾病的人外，绝大多数成年人每天可以喝2000毫升约8杯的水，建议喝白开水。早上空腹喝1大杯和睡前喝1小杯是喝水的最佳时间点。8. 如何买油？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植物油会比动物油好。在买植物油时，要注意在油的标签上，如果只写了植物油而没有写清油的类型的话，那就千万不要买，因为有些黑心厂家就利用这个漏洞，打着植物油的旗号，把一些劣质的植物油卖给消费者。现在比较受到专家推崇的油还有茶油、亚麻籽油、橄榄油等，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油，我们可以换着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